诡异降临后，你获得了万倍返还系统，只要给厉鬼消费一定面额的冥币，就能获得万倍的返利。要知道，在诡异末世里，冥币可是绝对的硬通货，足够多的冥币甚至能让厉鬼修改诡异规则。可现在你的冥币却越花越多，在其他玩家还在诡异场景中艰难苟活时，你早已将各种恐怖副本收入囊中。此刻，一道提示音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响起：诡异末世降临，请所有人做好准备。一旦收到诡异传令，请立马前去指定地点进行诡异任务。原本安静的教室瞬间炸开了锅啊！什么鬼？我怎么收到诡异纸条了？一个女生猛地站起，只见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：10分钟内，请前往实验室参与诡异任务。卧槽，我也有！班里陆续所有人都收到了纸条。班长齐东站出来稳住局面，别慌，这肯定是假的。现在是科学社会，可不能让这种神了鬼了的东西给骗了。经班长这么一说，众人也都稍微镇定了下来。老师还没来，让我们开始晚自习吧。见状，你只是微微一笑，你知道诡异末世已经降临，如果没有完成纸条上的任务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果不其然，没过一会就有男生惊呼：班长，你的脖子多了一条血线。班长齐东回头，脑袋滴溜溜的滚了下来。好几个女生当场炸开，有的甚至被拦腰斩断，趴在地上痛苦哀嚎。剩下的同学都傻了，一个个抱着脑袋惊叫连连。就在这时，新一轮的游戏开始，班级里又有18个同学收到了这个纸条，其中就包括你。10分钟内，请前往实验室参与诡异任务。能不能不去啊？感觉去了也是送死啊！一部分人开始想着逃避纸条上的任务。班里有个长相美丽的女生靠在了同桌的身上。林伟，不是一直都喜欢我追求我吗？你帮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吧。柳如烟娇媚一笑，只要你帮我去完成这个任务，你想干什么我都可以哦。林伟看着女神的沟壑，一时精虫上脑，一把夺过柳如烟手里的纸条。放心吧，如烟，不就是一个诡异任务吗？我帮你去了。见状，其他收到纸条的同学眼神开始活络起来，都想拉个倒霉蛋替自己去撕。但你知道，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作用。果不其然，下一刻，林伟肥胖的身躯顿时炸开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各种东西溅柳如烟一身。现场安静的可怕。不出发吗？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，你好心提议道，不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，去了还能有一线生机。念及此，众人终于壮起胆子，迅速赶往任务地点。你是最后一个来到实验室的，任务要求是当实验室解剖老师的助理。另外，对于新老师坚持以实体解剖的方式，学校老师们也有些不满。在解剖桌前勉强能看到一个漆黑的背影，同学们踏步走入实验室，这时面前浮现一行血字：规则1，听从老师在实验解剖时的命令，不能违背；规则2，实验解剖当中不能大喊大叫；规则3，请完美的完成辅助实验老师的工作，否则实验老师会视情况进行惩罚；规则4，辅助时间为2个小时，期间不能离开实验室。随着血字缓慢消失，很多同学都松了一口气，这规则也不是太难嘛，只要闭上自己的嘴巴，老老实实干2个小时就能活着走出实验室。你却是眉头紧皱，只有你知道，在诡异场景中，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于厉鬼本身。来了18个助理啊，不错。实验老师走了过来，面目极其狰狞，同学们个个捂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叫出声来。但有一个胆小的女生忘记了规则，不由得尖叫出声：谁允许你大喊大叫的？进入实验室必须保持安静。实验老师瞬移到女生面前，那女生当场就被吓破了胆，为了不被厉鬼杀死，果断选择从窗户跳了下去。你摇了摇头，这个女生其实不用死的，规则只是规定不能在实验解剖当中大喊大叫，但现在这个厉鬼是在解剖吗？众人惊恐地捂住嘴巴。厉鬼老师满意地看着这一幕，还剩下17位助理，接下来我会挑选其中1位成为解剖对象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瞬间炸开了锅。规则说明了不能违背厉鬼老师的命令，一旦被选中就必须成为解剖体，但你却一脸轻松。厉鬼老师注意到你的神色，就你了，能被我解剖是你的荣幸。我吗？你指了指自己，对，就是你。厉鬼老师阴恻恻的点头，想要从你的脸上看到慌张的神色。其实你可以选择其他人的。你轻叹一声，不，我就选择你。厉鬼老师非常肯定，周围同学瞬间与你拉开距离，生怕被你波及。我选择拒绝。你淡淡开口，周围同学瞪大了眼睛，直接拒绝厉鬼老师的要求。怎么可能有活路？你为何拒绝？厉鬼老师厉声质问。老师，你也不想我告状告到其他老师那里去吧？厉鬼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背景里交代得很清楚了，厉鬼老师的做法与学校部分老师的理念不合，告状的话或许能有活路，但这只是或许，真正的生路还在规则中。规则2，只有老师在解剖时的命令不能违背，但你现在解剖还没有开始，我可以选择违背你的命令。同学震惊了，不能大声喧哗，所以周围的同学都小声议论，甚至还有好几个还在指责你没有救下徐月。你将那几个指责自己的同学记在了小本本上，想着日后清算，想不到你还挺聪明，挺冷静的。厉鬼老师不再为难你，转身走到另一个男生面前，这个男生叫陆虫，是刚刚小声指责你的人之一，你来当我的解剖体。不，我拒绝。陆虫说道。恰好这时，窗外缓缓走过一个厉鬼老师，陆虫见状惊喜地打开窗户，直接说道：老师，我要举报这个实验老师用活人当解剖体，是吗？走廊的厉鬼老师笑着开口，对，就是他。陆虫惊喜无比，以为自己也走通了一条生路，但下一刻，一只苍白的手贯穿了他的心脏。其他同学纷纷捂住嘴巴，早就说了，这种学生直接杀了就是，干嘛浪费时间解剖？走廊的厉鬼老师抽出手，大步离去。好了，解剖体有了。厉鬼老师将陆虫的尸体放在解剖台上，几个满是解剖工具的柜子移动到众人面前。何晨，帮我拿手术刀过来。厉鬼老师吩咐。好在柜子里只有一把刀，不然他不认识工具可能还会丢掉小命。厉鬼老师接过，
切开尸体肚子，将大肠小肠都给掏了出来。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换工具前，厉鬼老师将手术刀递了过去，何晨刚要去接，厉鬼老师却突然松手，让手术刀落在了地上。何晨立马被吓得魂不守舍。何晨，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严重错误？何晨大脑一片空白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老师，洗洗还能用。听到这，你摇了摇头。这何晨断了他自己最后的生路。厉鬼老师狞笑一声，直接将何晨的脑袋给拧了下来。众人还没来得及落泪，厉鬼老师便再次点名：罗西，你过来帮我把手术刀放回到柜子里去。被点到名的罗西面色顿时煞白，他迅速跑了过去，准备双手接过。然而厉鬼老师再次中途松手，手术刀也再次掉在了地上。厉鬼老师再次大怒，一而再再而三，你们怎么回事？罗西都要哭了，这不是你自己扔的吗？但为了活命，还是小心翼翼地说道：老师，手术刀是你不小心没拿稳掉下来的，你被逗乐了。人类哪有资格说厉鬼啊？你的意思是我学艺不精？厉鬼老师大怒，罗西还没来得及求饶，就被撕成了皮肤碎片。下一个，柳如烟，帮我把手术刀放到柜台里。柳如烟顿时面露绝望，但她很快就缠上了你的胳膊。派大星，你代替我去好不好？回来我可以跟你玩日抛哦。可你却直接拒绝。柳如烟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很毒，来到了厉鬼老师的边上，还是和之前一样。厉鬼老师故意将手术刀扔在地上，给我一个解释，手术刀都要被摔坏了。是他，派大星，派大星搞的鬼。柳如烟手指向你，想让你代替他去撕，你被逗笑了。厉鬼老师戳了戳自己的眼球，你是在说我有眼无珠吗？技术不到位，品行不过关，更该死了。厉鬼老师直接打穿了柳如烟的腹部。派大星，我恨你，我会变成鬼来缠着你的。柳如烟临死之前恶毒的话语回荡在整个实验室，但你只是耸了耸肩。诡异末世那么多厉鬼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厉鬼老师整理了下衣衫，在场除你之外，剩下的12个同学都是面露绝望。派大星，你来帮我把手术刀放到柜台里去，还是和上一次一样，手术刀再次掉在了地上，手术刀要被摔坏了，你该当何罪？厉鬼老师神色狰狞，你没有丝毫慌张。规则3，请完美的完成辅助实验老师的工作，否则实验老师会视情况进行惩罚。自己现在的确是违背了规则，但规则没说一定会死，而是说按照厉鬼老师的意愿进行惩罚。念及此，你咧嘴一笑，老师，手术刀坏了，我再给你买一个。你将1块冥币塞到了厉鬼老师的手里。厉鬼老师狞笑一声，心想你们人类用的钱可没有用。可下一秒他就惊呆了，这竟然是冥币。要知道在诡异末世初期，1块冥币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你这个助理不错，再买一把就是了。在一旁好好看着，学学技术。厉鬼老师喜笑颜开，不再对你发难。周围同学的眼睛都绿了，这么明显的态度变化，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宿主在厉鬼身上消费成功，消费金额1冥币，获得万倍返还1万冥币。你面色一喜，冥币越多存活的几率也就越大。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，厉鬼老师一直安安静静的解剖，有了这1冥币，他也没必要为了多完成任务指标而去杀人。时间到了以后，剩余的人耳畔传来声音：恭喜你们完成诡异任务，任务奖励生长药水，除了头部之外的任何身体部位服用后都能重新生长出来。每个人的手中都出现了一瓶蓝色药剂。幸存的同学们面露喜色，纷纷逃离实验室，只有你还站在原地，你为何不走？厉鬼老师问道。因为1冥币的原因，他对你的态度相当友好。你能联系这所学校的校长吗？我想买下这个学校。话落，你将1张100元冥币放在了厉鬼老师的手里。厉鬼老师顿时激动起来，100冥币已经顶上自己1个月的工资了。见厉鬼老师没有说话，你又抽出9张100元冥币，继续往厉鬼老师的手里塞。厉鬼老师彻底震惊了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冥币。给鬼消费1000冥币，万倍返还1000万冥币。帮我联系一下校长吧，我要和他面谈。你淡淡说道。但厉鬼老师却有些为难，并非是您给的冥币不够多，这所学校的所有老师都被分成了2派，分别是解剖派和杀人派，而校长就是杀人派的最高领袖。你想了想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自己到了校长面前，恐怕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会被他出手抹杀。你们解剖派应该也有厉害的人物吧？厉鬼老师点点头，我们解剖派的最高领袖是副校长，但能联系到副校长的就只有教导主任。你思索片刻说道，有没有兴趣和我签订契约，在我手底下干事？我可以给你1个月开出1万冥币的底薪。你没有用到任何的言语技巧，1万冥币1个月就是最大的技巧。果不其然，听到1万冥币1个月后，厉鬼老师全身颤抖，就连呼吸都要出现了。自己在这里干1个月就才100冥币，想要挣到1万冥币差不多需要9年时间。厉鬼老师立马单膝下跪，我愿意，请收下我吧。老板，你点了点头，拿出一把小刀割破自己的手指，将1滴鲜血滴入厉鬼老师的口中。下一刻，你便获得了厉鬼老师的一切信息。你再次甩出1万冥币，这是你的工资，每个月1号提前发。肖丽连忙激动地伸手接过，给鬼消费1万冥币，万倍返还1亿冥币。那现在我，肖丽小心翼翼问道，我先给你几个人的名字，你去把那些人宰了。你将1张名单递给了厉鬼老师，去吧，记得把鲁冠加上，这些都是之前指责过你的人。好嘞，老板。肖丽兴冲冲地来到派大星的班级，同学们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。接下来开始点名，点到名的都上来。肖丽一口气报了5个人的名字，也一口气杀了5个人，剩下的同学们被吓得魂不守舍，差点把你忘了。肖丽走到鲁冠面前，我没有参加诡异任务，为什么杀我？一定是我沾染上了派大星的霉运，那该死的畜生！鲁冠尖叫，大胆，敢直呼我老板的名字，你有取死之道！肖丽一巴掌拍碎鲁冠的脑袋，整个教室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什么？派大星居然是厉鬼老师的老板？肖丽潇洒离去，重新回到实验室。老板，额低任务完成了。你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随后你们一起前往了优雅鬼画店，你直接在沙发上坐下。老板，把你们店里最贵最好的字画都拿出来。厉鬼老板勃然大怒，你一个人类装什么装？真当我不会杀人吗？厉鬼老板这样想着，就被肖丽给逮住了衣领。没听到我老板说的吗？
快点拿出来，不然没你好果汁吃。你满意点头，自己收的这个厉鬼手下不错。厉鬼老板冷静下来，仔细一想，就算这个奇葩组合买不起，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。他随便拿来了一幅字画，这幅要100冥币。你随意瞥了一眼，这写的什么玩意？我说我要最好的，听见没有？够了，别装上瘾了。厉鬼老板刚要发作，就注意到了肖丽警告的眼神。他不是害怕肖丽，毕竟他们两个都是鬼冥级初期的实力，但要是真的打起来，这一屋子的字画可就毁了，到时候他绝对会被规则惩罚。念及此，厉鬼老板拿了一幅最好的字画过来，此画名为厉鬼下地狱，有着幸福美好的寓意，价格在5000冥币。厉鬼老板将字画甩在你的脸上，他并不认为你有买这个的实力。好画，你惊叹一声，我要了，给我装起来，另外再给我拿3幅精品字画出来。够了，厉鬼老板再次发怒，我忍你好久了，装杯都装到我头上了，我想你可能有什么误会。你二话不说就掏出了1沓万元冥币。厉鬼老板震惊了，诡异末世刚刚降临几个小时，一个人类哪里来的巨额冥币？他拿起冥币细细感受，随后身躯猛震，这冥币竟然是真的。怎么样，我还能不能买？能，我马上就给您装起来。厉鬼老板动作迅速，生怕你反悔。叮咚，给厉鬼消费1万，万倍返还1亿冥币。另一边，你在肖丽的带领下直奔教导主任的办公室而去。肖丽上前敲了敲门，我是肖丽，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一道沉闷的声音从内部响起。肖丽看了你一眼，然后打开了门。肖丽，你不好好去实验室解剖，跑我这里来干什么？教导主任不满说道。人类，你带人类过来是想给我练练手吗？我都好久没有解剖了，的确有些手痒。肖丽摇头，不是来解剖的，难不成你是想直接杀了这个人类？我几天没有管你，你就堕落了是吗？竟然跟那些杀人派混在一起！教导主任勃然大怒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杀气。你眉头微皱，这教导主任好像比鬼冥初期的肖丽要强上一些。肖丽再次摇头，既然不是，那你带人类来干什么？难道你现在都跟人类打成一片了吗？那你更该死了。教导主任的声音非常的严肃，你在一旁有些胆战心惊。这个教导主任不是杀人派的都这么暴躁，要是自己真的贸然去找校长，恐怕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你没有立马开口，而是走到墙壁边上，光秃秃的墙壁上只挂着一幅字画，地狱之鬼，好字。你笑着说道，你能看懂字画？教导主任神色诡异，人有冲天之志，鬼有地狱向往。这幅字画表面上看去简单，但其蕴含的意境很不简单，能反映出字画主人的向往和豪情。你缓缓点头。教导主任的脸上出现了一抹异色，没想到真正懂我的居然是一名人类。教导主任，这字画很好，不过光是字，没有画也有些不太应景。你顺势说道，这倒是，不过教导主任下意识思考，你微微一笑。肖丽心领神会，拿出一卷卷轴，然后缓缓摊开，挂在那幅字的旁边。这是教导主任的瞳孔猛地一缩，此刻教导主任惊呼一声，这是，此画名为厉鬼下地狱，我觉得很符合这幅字的意境。你笑着说道，好一幅厉鬼下地狱，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画。教导主任激动无比，他不止一次去鬼画店瞻仰过这幅名画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。你知道教导主任已经上钩，便再次挥了挥手。肖丽将剩下的4幅字画在地上摊开，其中全都比教导主任自己的那幅字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你轻叹一声，虽然我喜欢字画，但我毕竟是人类，自身难保，所以这些字画跟着我也很可怜。我曾数次有过将这些字画销毁的想法。教导主任眼睛一亮，急忙说道，如果要销毁，不如给我也是懂字画的人，会保护好这些字画的。你点点头，反正这些字画都要被销毁了，不如给你这个懂字画的鬼。就是，你话还没说完就被教导主任打断。小老弟，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提吧，能帮的我绝对帮。肖丽震惊了，自己这个老板不仅冥币多，就连情商也这么高吗？老哥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含糊了，我想见副校长一面。你开口说道，没问题，我立马带你去见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诡异的气息出现，你的手中多了一张纸条，请在10分钟内前往血红食堂完成诡异任务。你微微一愣，血红食堂是诡异高中中死亡率最高的一个，10个学生去了也就只有1个学生能出来，但机遇与风险并存，只要完成血红食堂的任务，就能获得一项诡计。念及此，你当即就有了参与食堂任务的想法。天杀的，食堂发的任务是吧？我倒要看看哪个厉鬼胆子这么大，把小纸条传到小老弟手里去了。教导主任怒气冲冲，你急忙拦住教导主任，老哥，我去吧，我想见识一下。随后你便和肖丽前往了血色食堂，周围19个学生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你，这人好可怜，居然被厉鬼挟持了。你对此并不在意，你唯一关心的就只有罗雪，也就是上一世血色食堂任务的唯一幸存者。任务要求是作为一名厨师，满足食客们的一切需求。另外，食客的口味极其的刁钻，就连10年老厨师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食欲，导致食堂的厨师越来越少。太好了，我刚好会做饭，看来我能活下来。一个女生兴奋大叫，现在的高中生有厨艺的还不少，在场除你之外，有一半的学生都在兴奋。下一刻，众人一起进入了血色食堂。老板，我要跟着你一起进去吗？肖丽问道。不用，在外面守着。话落，你朝食堂走去。进去的一瞬间，有好几个人就忍不住干呕，整个食堂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食堂座椅上坐着2个厉鬼，血字再次出现。规则1，完成任务前禁止离开血色食堂。规则2，请做出令2位食客满意的饭菜，否则会受到来自诡异食客的惩罚。规则3，诡异食客的命令不能违背。这次的诡异任务只有3条规则，并不复杂，核心点就是做出让诡异食客满意的饭菜。来了20位
厨师啊，这下又有的吃了。其中一个厉鬼说道：“你来给我们做菜。”厉鬼时刻指向一名穿着靓丽的女生，那女生面色顿时煞白，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诡异任务，但听活下来的同学说厉鬼的命令不能违背。她迈步走入厨房，厨房里什么食材都有，而且非常新鲜。女生随手拿出4个鸡蛋开始打勺翻炒，没过一会那名女生就忐忑地走了出来，手里端着2盘炒鸡蛋，这炒鸡蛋颜色看上去都不对，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焦味。2个诡异时刻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，该死，难吃的要命！你是在给我们下毒吗？厉鬼时刻说完，直接刺穿了女生的心脏。你闭上眼睛。这个女生触犯了规则，没有让2位食客满意，而诡异时刻的惩罚就是杀，这是很有主观性的一场诡异任务，能不能存活全看2位食客的心情。周围学生被吓得魂不守舍。下一个是你。厉鬼时刻伸手指向另一个女生，那女生神色极其淡定，她走到厨房就展现出了对厨房的掌控力，拿出一堆食材开锅翻炒，半个小时做了3菜1汤，端到了2位诡异食客的面前。红烧排骨、酸辣土豆丝、螃蟹烧豆腐、海星鸡蛋汤，请品尝。女生微微抬头，她对自己的菜品相当自信。很多学生紧张地看着这一幕，如果这个女生能过关，那说明了他们的厨艺同样也能过关。诡异时刻只是尝了一口就嗷狂吐起来，大胆，你给我们吃的什么猪食？诡异时刻声音冰寒，那女生顿时就被吓破了胆，不可能，我自己吃过的，很好吃的，我说了难吃就是难吃。诡异时刻冷冽一笑，伸手刺穿了这个女生的心脏。下一个，诡异时刻指向一名男生，那个男生忐忑地走进厨房，他吸取了上一名女生失败的教训，在厨房里足足待了1个小时才做出了2个菜，难吃死。诡异时刻吐了一口，直接宰了这个男生。下一个，诡异时刻又开始点名，被点到的男生脑子一片浆糊，结局也是难逃一死，都4个大厨了，做的饭菜全都难吃的要命，你们到底会不会做菜？诡异时刻有些愤怒，学生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声，我们2个是鬼不是人，不要拿人吃的东西给我们吃，懂了吗？厉鬼时刻呵斥道。学生们恍然大悟，你来。诡异时刻指向一个大块头男生，那男生浑身发颤，人吃饭菜，那鬼应该是吃人。念及此，他当场就把自己的大拇指给剁了下来，端到2名诡异时刻的面前，其中一个诡异时刻将大拇指吞入腹中，露出享受的神色，不错，美味。大块头男生面露喜色，自己这是过关了，我的胃有点火热呀，我的那份呢？另一个诡异时刻质问道。男生懵了，犹豫一下将自己的食指也剁了下来，现在2个食客都吃了，自己应该能过关了吧？2个诡异时刻满意点头。大块头男生转头就走，餐前甜点有了，主菜呢？大块头男生猛然回头，主菜？什么主菜？2个诡异时刻脸色顿时黑了下来，你不会以为我们这么大的胃是摆设吧？赶紧的，不然就宰了你！大块头男生彻底绝望了，拿起菜刀一下一下剁向自己的大腿，大腿还没剁下来就因失血过多而亡，现场鸦雀无声，颇有兔死狐悲之感，无趣。下一个，诡异时刻开始随机点人，被点到的人一个又一个被逼死，很快血色食堂内就只剩下了8个学生。下一个，诡异时刻指向罗学，罗学一脸沉默，上前拿起菜刀，一路走好，我会步你后尘的。一个男生悲哀说道。罗学的眼里猛然散发出一道金光，抬起手一刀砍向这个男生的脖子，这男生捂住脖子惊悚地看向罗学，罗学又是一刀，接着将尸体分成2半，分别递到了2个诡异时刻的面前，这是我做的饭菜，请品尝，不错不错，分量终于比之前大多了。诡异时刻满意点头，周围同学目瞪口呆，罗学的行为给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没有规定说只能砍自己的身体部位，也可以砍别人的呀，只要把2个诡异时刻喂饱就行了。念及此，周围同学个个分散开来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替死鬼。罗学眼中凶光毕露，立马冲向一个女生，因为罗学手里有刀，众人无一人敢上前阻拦，很快女生就被端上了餐桌，还是不够。2个诡异时刻摇了摇头，胃口这么大，就连罗学都被惊到了。剩下学生抱团紧张地盯着罗学，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被端上餐桌的人。不如让我先来如何？你上前问道。你不能放罗学率先通关，不然任务奖励可就被罗学给拿走了。罗学思索片刻，便点了点头，他也有自己的想法。剩下的几个学生抱团在一起，而且男生居多，自己就算手里有菜刀，想要以一敌多也没什么好下场，不如让眼前这个男人跟抱团的学生消耗，自己渔翁得利，一举多得。你缓缓走到2个诡异时刻面前，服用1瓶生长药水，紧接着举起菜刀，将自己的右手给剁了下来。罗学笑了，这纸张还想用自己的身体部位去满足诡异时刻的胃，这俩诡异时刻连吃2人都吃不饱，你这细胳膊细腿就能让人家吃饱吗？但下一刻，你的右手散发出一道金光，右臂重新长了回来。来吧，一人一条，先开胃。你将胳膊甩了出去。诡异时刻看傻了，这样的人类也是头一次见，众人同样也是惊掉了下巴，一定是上一个诡异任务的任务奖励，不可能多的。罗学咬牙说道。其他同学也是点点头，他们也不认为上一个副本的奖励能有多少。吃完了，主菜呢？诡异时刻问道。先来2条大腿吧。你又掏出生长药水狂灌一口，随后就将自己的大腿给卸了下来，卸了一条又一条，很快你就发现重新生长出来的部位好像比原来的更强。念及此，你当即开始卸自己的右手，来来回回卸了100次。孩子们够吗？还要吗？你贴心问道。诡异时刻妈了，但他们的确没有吃饱，于是点了点头。你又卸了100条下来，现在你的整个右手已经散发出了淡淡的金光，光看上去就有千斤的力量。还要吗？我这还有。你说完又酷酷卸了10来条下来。诡异时刻的肚子已经满了。我们诡异时刻话还没说完，几十条手臂就摆在了他们的面前，于是他们艰难吃下，刚想开口，面前就又摆了几十条。诡异时刻终于崩溃了，直接掀翻了桌子。我说够了，你过关了，你完成了血色食堂的诡异任务，我们吃不下，实在吃不下了。厉鬼时刻大声咆哮，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血色食堂诡异任务里，自己竟然会有吃撑到吃不下的那一天。你停止了动作，下一刻，全世
世界所有人的脑袋当中出现了一道声音：恭喜派大星以特殊的方式达成破鬼右手成就。全世界的人都还在苦苦挣扎，听到这道声音直接惊呆了。这时你的脑海当中又有一道声音响起：轨迹破鬼右手技能效果，关键时刻可以抹除一次任务规则杀机，冷却时间3天。看到这个消息，你的心脏猛然一跳，自己的破鬼右手竟然能扛住规则的一击。可问题又来了，自己也看不见规则会从哪里攻击而来啊！就在这时，脑海中又一道声音响起：恭喜你成为首个完成血色食堂诡异任务的人类，奖励轨迹黑死鬼瞳，轨迹效果能看到规则攻击的方向，能看到人类或者鬼身上的死气，使用一次会让双瞳可见度微微降低1次，多次使用会让双目失明，但每次使用可用1000冥币来抵消副作用。你激动的笑了。黑死鬼瞳能看到规则攻击的降临方向，而破鬼右手能抹除1次规则攻击，这俩合起来不就是组合技吗？哥，我们真的吃不下了，别来了，分点给其他人吃吧。诡异时刻哭丧着声音说道。你看向剩下的学生，剩下的学生疯狂摇头，表示自己不吃。随后你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血色食堂。肖丽等候多时，见你活着出来也是松了一口气，刚想上前迎接，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老板的右手上怎么会有鬼气？紧接着双目瞪大，诡计，这居然是鬼长级以上的厉鬼才能拥有的诡计。肖丽大吃一惊，恭敬地问道：老板，现在去见副校长吗？你摇头，不急，先等一等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以后，罗学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，其余学生不知所踪。你哪来的这么多生长药水？罗学站着老远问道。你猜？你微微一笑。罗学的眼里猛地出现一抹煞气，但还是靠边离开。在他眼里你极其的神秘，在摸清你的底细之前他不会贸然出手，否则他绝对会把你干掉，然后将生长药水全都拿走。老板，要不要把他做掉？这小子不怀好意。肖丽恶狠狠说道。但你却摇了摇头，不用，他现在太弱，我有预感下一次见面时他会变得更强，而我也有可能会用到他。随后你们在教导主任的带领下前往了副校长的办公室。副校长，我带一个人类过来和你谈一下事情。教导主任点头哈腰，找人类来和我谈事情。我和人类有什么好谈的？看是你带过来的份上，我现在不杀他。副校长起身淡淡说道。对于副校长的态度，你并不意外。你缓缓地走到副校长办公桌前，然后坐在办公椅上。副校长的脸色阴沉至极，右手鬼气流转，掏出了一把手术刀。你想站着被解剖还是躺着被解剖？话音刚落，就有东西砸到了他的脸上。副校长决定不解剖了，他要将你给碎尸万段。下一刻，又有一叠东西甩在他的脸上。够了，你必死无疑！副校长怒吼，刚要动手，却突然注意到刚才砸他脸的好像是2叠冥钞，2叠足足2000冥币。副校长怒气减半，但还是很生气。2000冥币，你看不起谁呢？你啧一声，掏出1叠10000冥币，重重地甩在副校长的脸上。副校长懵了，人类，我身为这所诡异高中的副校长，拿这点歪瓜裂枣就想贿赂我，不够吗？脸伸过来，你淡淡的说道。肖丽和教导主任亡魂皆冒，要知道1万冥币对于副校长而言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肖丽一脸绝望，老板这样挑衅副校长，绝对会被副校长杀掉的。人类，找死！副校长大怒，刚要动手，一叠10万冥币就砸了过来。10万冥币，肖丽和教导主任眼睛都看直了，10万冥钞足以买他们的命了。脸伸过来，你继续说道。副校长呼吸急促，犹豫一下将脸伸了过去，能掏出10万冥币，也能掏出更多吧？冥钞在你手中就跟厕纸一样，一甩就是一叠，一叠就是一抽，抽了足足100多下。副校长舒服地趴在地上，好美妙的感觉。肖丽和教导主任陷入了沉默。这一刻，他们甚至有些羡慕趴在地上的副校长了。100万，找你做件事，够吗？你居高临下问道。副校长看着地上的100万冥币，眼睛都直了。够了，够了，什么事老板你请说。副校长将100万冥币收起，哈哈哈，我还是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哈哈一笑，帮我联系校长，告诉他我要收购这所学校，这就是我的要求。没问题。副校长爽快地答应，不就是收购吗？换一个有钱的老板岂不是更好？副校长走出办公室，将校长给带了过来。看到校长的瞬间，你顿时如临大敌，好强大的实力！这浓郁的鬼气恐怕在鬼兵初期。有了副校长的提醒，校长刚见面就放低了姿态。老板，听说你要收购这所厉鬼高中，你点头表示同意。收购这所诡异高中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能获得鬼运。鬼运不仅能让厉鬼修为晋升，还能让人类超凡入圣。当然，有了这所高中，还可以吸引一些厉鬼的强者子嗣前来上学，这都是隐形的鬼脉。老板，不知道你愿意出价多少收购？校长紧张问道。你比了一个2的手势，200万，不行不行。虽说这所高中效益不行，但是200万实在是太低了。校长疯狂摇头，就连一旁的厉鬼3人组也觉得200万冥币确实有点少。不是200万。你摇了摇头，2000万，倒也略微的符合了。不过当初我们建造这所高中到现在所花费的，已经远远超过2000万了。如果是2000万冥币的话，我得稍稍考虑一下。校长真诚说道。胆子就不能大一点吗？你被逗乐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出价2亿冥币买你这所高中。校长震惊了，其他几个厉鬼同样也被吓得浑身颤抖。我花费2个亿买你的高中，你不愿意吗？你又问了一遍。校长这才反应过来，急忙点头，愿意，我太愿意了。只是你有这么多的冥币吗？校长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你二话不说就掏出了2张1元大钞，这2张大钞一拿出来，立马流淌出一股浓郁的鬼气。校长目光死死盯着你手中的2张1元大钞，居然是真的，这个人类竟然真的这么有钱，现在相信了吗？相信了，我答应，现在就可以签合同。校长疯狂点头，他双手鬼气流转，一张漆黑的合同出现，你爽快地签下自己的大名，给鬼消费1亿，万倍返还1万亿。但此时此刻，校长却迟疑了。2个亿在诡异末世初期的确是一笔天文数字，
可是2个亿真的很多吗？或许短时间内自己的修为能晋升飞快，但之后呢？越往后诡异末世降临的厉鬼越多，手里的冥币就越难保住。但如果跟随眼前这个人类，帮他做事，往后自己的好处会少吗？恐怕不止低于2个亿吧。念及此，校长当即将笔放下。老板，学校送你，但我想和你契约，成为你的手下，为你做事。交易即将取消，万倍返还即将取消，2万亿冥币即将回收。听到系统的声音，你一下子就急了，你必须收下这2个亿。你重重说道：“老板，我的修为在鬼兵初期，目前来说对您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把学校赠送给你，只希望我能当你的手下，为你办事。”校长姿态放得很低，但他的目光却放得长远。我说了，你必须要收下这2个亿。你将2张1亿冥钞死死塞在校长的手里。校长哭了：“老板，我是诚心的呀，求你不要拒绝我。”三鬼震惊了，这可是2亿冥币啊，又不是2张白纸，实在不要就给我们吧，我们想要，你可以当我手下，2亿冥钞也必须要收着。你开口说道。校长愣住了，这不太好吧？另外，你就作为我的代理校长，平时打理学校的事情，工资的话10万冥币1个月，享受5险2金的待遇。你继续说道。校长惊呆了，教导主任和副校长也惊呆了，他们也想在你的手下办事。校长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一瞬间你就感受到自己对这所高中有了绝对的掌控权，一股奇妙的气息涌入你的体内，你也获得了鬼冥初期的修为。祝贺老板成为诡异高中校长，及鬼一起恭贺。这时校长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什么是5险1金？你看向校长，我问你，鬼会不会生病？会，不仅会生病，而且还会受伤。校长点头。女鬼会不会怀孕？鬼需不需要工作？鬼退休了需不需要养老基金？鬼被开除到找到下一份工作的空窗期，工资从哪来？鬼想不想住阴暗潮湿的地方？接连几个问题下去，众鬼都听妈了，世界上还有这种好事？这就是5险2金的具体内容，你们都将享受到这个福利。现在我有几个任务要发布给你们。你淡淡说道：第一，遣送所有人类学生离开这所高中。小问题，我来办。肖丽拍拍胸脯。第二，立马开除所有杀人派的老师，从今以后，凡是在我手底下干活的，都不可主动猎杀人类，被人类主动挑衅除外。你继续说道。一旁的校长冷汗直冒，毕竟他就是诡异高中杀人派的最大领袖。第三，剩下的老师全部召集起来，我要给他们提升待遇，每个月1号提前发当月工资。你开口说道。校长和肖丽立马出去干活，办公室里只有教导主任和副校长站在你的背后。此刻你在想一个问题：人类能不能召唤诡异商店？对于厉鬼来说，只要拥有冥币，就可以在诡异商店里换到所有东西，包括能提升修为的鬼运。不过就算厉鬼想要开启诡异商店，也得先拥有1万冥币，而且诡异商店还会从中抽取20%的服务费。肖丽和校长没一会就赶了回来。老板，剩下的老师们已经在操场等候了。不急，肖丽，你有没有想兑换的东西？有，我的实力太弱了，我想兑换一份鬼运来提升自己的修为。肖丽点头，那你现在召唤吧。肖丽没有犹豫，她立马花费1万冥币购买了一些鬼运，将鬼运引入体内，她的修为直接来到了鬼冥中期。你这就好了。你有些疑惑，对，诡异商店其实是降临在脑海当中的，只要内心默念3遍诡异商店的名字就可以。肖丽解释道，你尝试一下。果真看到了诡异商店的降临，其他商品全都是灰色，只有鬼运可以售卖，并且一份鬼运居然要100亿。你震惊了，从鬼冥初期到鬼冥中期的一份鬼运竟然要100亿冥币，这不是杀猪吗？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花费100亿冥币买了一份。下一刻，一股强大的鬼运入体，你的境界也达到了鬼冥初期，你还想继续买，但很快就发现商品居然还有冷却，得7天后才能再次购买。随后你带着4个厉鬼前往学校操场，7位厉鬼老师已经站好等候，并且他们对你这个人类校长有些不满，正准备趁此机会将你逼走。对于厉鬼老师们的反应，你并不意外。你们工资多少？你开门见山直接问道。众厉鬼老师有些懵逼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：1个月100冥币。你是我们的新校长吧？我们要涨工资。一个厉鬼老师大声喊道。其他厉鬼老师眼睛一亮，他一个人类怎么可能有冥币？正好可以借涨工资这个借口将这个人类逼走。没想到你却直接大声回应：好，你教什么的？那名老师也是一愣，我是教地理的，教学生怎样找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可以住得更爽。很好，你的工资涨到1万，每个月1号提前发。说完，你抽出1叠冥币甩在了这名老师的脸上。那名地理老师细细感受，随后脸色猛然一滞，这好像是真的，真的是1万冥币。其他厉鬼老师都震惊了。谢谢校长，我会好好工作的，教导学生是我的使命，我最喜欢教书育鬼了。地理老师立正，恨不得直接把你当祖宗供着。短短几分钟，你就甩出了10万冥币，用作7位厉鬼老师1个月的工资，给鬼消费10万冥币，返还10亿冥币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这所学校的新校长，平时琐事你们找代理校长就好了。我只说一句，有能力的鬼得到的更多，在我这里，你们不仅拥有高工资，还拥有厉鬼版5险2金，做得好，甚至还能从我这里得到轨迹。你侃侃而谈，当然，得到轨迹是假的，有轨迹自己留着不香吗？除非轨迹也能万倍返还，单纯的厉鬼哪里经受过画大饼的熏陶？一个个兴奋的嗷嗷直叫。咱们学校的厉鬼学生有多少？你想到这一点，于是问道。1个没有。代理校长一脸尴尬，你被惊到了，1个都没有，逗我玩呢？诡异末世第一波降临，云明市有5所诡异高中，我们这所是最垃圾的一所。代理校长更加尴尬了。这时在场的所有厉鬼全都僵直在原地，似乎接收到了某种信息。紧接着代理校长快速说道：老板，出大事了！刚刚我们收到冥冥之中的信息，诡异末世第2波降临将会在3天后出现，届时已经开始崩坏的人类世界将会更加崩坏，诡异末世将会更加丰满。
出现更多的诡异场景。我们学校也有了业绩指数任务，如果不完成，整所诡异高中将会并入其他高中。你面露诧异，什么鬼？这厉鬼居然也弄教育部？代理校长怕你不懂，便继续解释道：这个 KPI 考核具体点就是需要招收100位厉鬼学生。你眉头微皱，目前整个云明市的厉鬼学生数量多不多？就目前来说，厉鬼学生已经被前3所高中包揽完了，但目前并不作数，因为诡异末世的 KPI 没有下发下来。3天后大量厉鬼降临，届时厉鬼学生的数量也会变多，但以我们目前的资源，想要招收100位厉鬼学生还是有些困难。代理校长一脸苦笑，你思索片刻说道：所以我们诡异高中目前欠缺的是教师资源、条件资源，对不对？代理校长点头。教师方面你比较熟悉，你负责写出一份云明市比较出名、有知名度的厉鬼老师名单出来，我负责条件资源，争取3天内让整所诡异高中焕然一新。你重重说道。代理校长拍着胸脯保证：你们几个听好了，我需要有实力的厉鬼教师，现在发动你们的鬼脉，介绍一位厉鬼老师，介绍费1万冥币，介绍业内厉害的有知名度的，介绍费10万冥币，上部封顶。你面向7位厉鬼老师大声喊道。7个厉鬼老师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，纷纷点头应下。你想了想，条件资源说白了就是硬件设施，但现在你还没有厉鬼厨师、厉鬼施工队等各方面的资源，还要去消息最灵通的地方去寻找。你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地方，那便是出租车。念及此，你当即走向了小卖店，想先买2条华子。这只厉鬼拿了1条华子出来，眼中闪过一抹杀机。老板，1001条。厉鬼笑着说道。你随手甩了1000冥币过去，哈哈哈，又上当一个。看好了，这是幽冥华子，不是拿你们人类的钱买的，要用冥币来支付，支付不了就是死。厉鬼哈哈大笑。好的，你收起华子转身离开。那厉鬼懵了，真以为你跑得掉吗？这样想着，就注意到了你给的钱，定睛一看，这居然是纯正的冥币。厉鬼震惊了，诡异末世刚刚降临，一个人类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你站在大街上，周围空无一人，一道破空声响起，你往右看去，一辆出租车已经来到了你的面前，车身上刻着4个大字：黄泉出租。